林正英没到场，谁也不能先开机。这是李小龙在世时片场所有人都必须要守的铁律。他是李小龙最倚仗的五指，也是洪金宝拼上性命守护一生的兄弟。他11岁练功，17岁入行，在同级武士大多只愿意打人，做特技翻腾时，唯有他甘愿长期实打实挨重拳和飞踢。替身之王钱嘉乐都不敢拍的高空落水戏，他却敢抢着上，哪怕事后内脏被震出暗伤，也不吭一声。为报李小龙和洪金宝的提携恩情，他甘愿拿命相酬。为了测试李小龙拳脚的真实威力，让他拍戏时控制好出拳的力度，片场给他当人肉火把。拍僵尸先生时意外摔成脑震荡，为了不耽误进度，他只是简单包扎后就继续拍摄。极致敬业是他坚守一生的准则，有恩必报更是他深刻筋骨血里的信仰。早年的香港影坛，龙虎武师一直都是拿命换饭吃的行当。17岁入行时，林正英因身材瘦小，常年给郑佩佩等女演员做武打替身，无防护高空跳楼跳窗是家常便饭，别人不敢做的危险动作，只有他敢做。所以在中发、元华等一众老牌龙虎武师里，他是公认最敢拿命拼、最能扛的那一个。他的这份韧劲和好身手，不仅吸引了功夫巨星李小龙的青睐，更成了他在业内立足的底气。1971年，李小龙回国筹拍《唐山大兄》，拍戏时林正英发现身形单薄的李小龙一直手里做假动作，心里满是不服。为了帮他找到最佳的动作幅度，便走上前放话说：“殴打我，尽管出力，让我也见识你的实力。”李小龙笑了笑，两脚下去，林正英被踹飞数米远，狠狠摔在泥地上，周围人都吓傻了。可林正英却挺起身，还准备接第三脚。这份不怕输，更不畏死的韧劲，彻底折服了李小龙。此后每次拍戏都必请他来当武指，不仅承诺会带他去好莱坞发展，还定下他不到场就绝不开机的规矩。吃尽苦头的林正英以为属于自己的好日子终于来了，可好景不长。1973年，李小龙骤然离世，他的好莱坞计划作废，嘉禾也不再重用他，无戏可拍，失去方向的他一度消沉到想要退圈。就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洪金宝把他拉进洪家班，给了他一线生机。两人从小一起长大，是彼此最信任的兄弟。此时刚混出点名堂的洪金宝懂他不求自己的沉默，珍惜他的才华，更心疼他的拼命。紧接着败家仔、鬼打鬼、袁夏人等几部戏慢慢把他从幕后推上了大荧幕。更是在他与14K 大哥陈慧敏发生冲突时，舍命挡在他面前，护他周全。在所有人都不看好林正英的那几年，是洪金宝赌上全部身家，募砸850万，力排众议筹拍了《僵尸先生》，专门为他量身打造茅山道常人设，将原本只能做配角的他硬生生推上了男主位置，气得原定男主许冠英当年选上最佳男配，也拒不上台领奖。他的这份偏爱，林正英看在眼里，更懂在心里。为了把道长演得更真实，他私下翻阅了大量茅山典籍，苦练画符手势，拜访民间术士。拍戏时施法严谨，打戏利落，危险镜头从不用替身，哪怕拍戏时候脑砸到水泥的摔成脑震荡，他也只是简单包扎后就继续拍摄。电影上映后狂揽了2000万票房，应说一夜封神，不仅成了大多数80、90后心里最有安全感的男人，更是直接开创了香港僵尸片黄金时。可他心里始终清楚，是大哥赌上一切才把他捧上了神坛，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他牢牢刻在了心底。知道大哥身体不好，就在拍戏时悄悄修改危险动作，哪怕后来选择独自闯荡，只要大哥一句活，他永远随叫随到，从不推辞。1996年，英叔查出了肝癌晚期，命运好似从未善待过这个苦拼半生的人。他不想身边人看见自己衰败憔悴的样子，更不愿一众兄弟为自己忧心，于是和苑琼丹暴力分手，硬生生瞒住病情。哪怕在片场痛到彻夜难眠，也还是强撑着拍完了首头剧集。临终前，他拒绝了所有人的探望，唯独把洪金宝叫到身边交代后事，希望按道教仪式举办葬礼。这份信任便是半生兄弟情的最好证明。1997年11月8日，年仅48岁的英叔遗憾离世。葬礼当天，洪金宝因其家属执意使用了佛教仪式，便当场拍桌怒吼他们不尊重逝者遗愿。苑琼丹姗姗来迟时，他又再次发怒狂对斥责。事后得知他身不由己，就主动道歉和解。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拍僵尸片了，他只淡淡回了一句：林正英走了，僵尸片就死了。从此世间少了一位传奇道长，人人心底却多了一个身穿道袍护尽众生的九叔。